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时候到啦，终于要来实践我的计划，组台 TUF 游戏机。大部分散热器我会先沿用君主的 Air Cooler 210，因为华硕发售的 TUF 系列水冷并没有方便显示温度的小萤幕，水冷散热器我还是想要有显示萤幕的类型，所以散热器这边再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要选择信仰还是务实一点呢？然后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组 AMD CPU， 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碰过 AMD， 我非常的期待它能给我什么样的惊喜。但不要急，先来介绍我为这次升级买的零件吧。CPU 选择上，这次选 5700X3D 的理由是想沿用 DDR4 主台 CP 值机，本来是考虑主台8大核12小核的 14700K 来用，可惜听到 J9 大师说现在组 14700K 用新的125或129为码，想使 CPU 当前频率有完整效能情况下，让 CPU 电压压在 1.3伏以下， P 核心可能只有 5.2 到 5.4 之间，1核也只有 4.0 到 4.2 之间。当 CPU 买来无法发挥完整效能时，想想觉得太晦气。后来听了 J9 大师的建议，去京东买了 5700X3D， 价钱只要1189人民币，比台湾卖的7000块划算多了。加上我从来没有使用 AMD CPU 的经验，刚好趁这次体验一下 AMD X3D 的魅力。唯一的遗憾就是 5700X3D 京东货，出保要自己寄送，会有点麻烦。订购后等了2周，终于拿到这颗 CPU， 打开盒子才看到迷之原厂水泥文章提过的针脚，感觉摔到就会歪掉跟 Intel 完全不一样，吓得我秒去订购 J9 大师说的立明 SSD AMD CPU 固定支架，不然一个手残他就要回老家啦。规格部分 5700X3D 有着8核16支连续的核心规格，最大功耗105瓦，比 i9 10900的224瓦整整少了一半，非常省电。最大时脉 4.1 GHz， L3 快取来到 96MB， 跟10900的20MB 快取相差4倍多。最棒的是 5700X3D 有支援 PCIe 4.0， 我终于可以跟1090的 3.0 说再见了。然后 R3 跑分上 5700X3D 的多合成机即使是略输10900约1000分左右，单核小于100，这就很尴尬了。从 R3 的数据来看，目前最有 CP 值的还是上次用4000块买到的二手10900 CP 值最高。不过这次的主机我想完全用来打游戏，所以还是得看最后的游戏效能表现如何再做定论。主机板部分我选择华硕 TUF B50 Pro， 在原价屋用4280块入手，其实也没什么好犹豫啦，因为 TUF B550 系列 ATX 目前就这一个选择。上手后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张板子似乎有点廉价，它竟然连一体式挡板都没有。不过有 BIOS、Flashback 按钮，它不用 CPU 就能更新 BIOS， 这点倒是挺棒的。尤其 5700X3D 是今年上半年推出，太旧的 BIOS 它不支援。I/O 部分，我有比较 TUF B550 Pro 跟 TUF 650 Plus 的差异。B550 Pro 少了一个 USB 3.2 Gen 2。跟 Type-C 速度直到 3.2 Gen 2， 多了2个 USB 2.0， 其他部分一模一样。NT2 部分，上面的插槽支援 PCIe 4.0， 但下面只支援到 PCIe 3.0， 在组装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机壳的话，我是选择华硕 TUF Gaming GT502， 是在原价屋加上运费用3720块入手。选它是因为我喜欢联立的 OC 系列的左右双上设计。第一眼就看中了，也是双上设计的 GT502。GT502 除了有类似的设计以外，其他部分也有比 OC Air Mini 更方便的模组功能。一定要介绍上面2个编织手把，最高可以承受30公斤的重量，对长班机壳的我来说非常实用。还有它的快拆做得非常好。以 OC Air Mini 来说，要完全拆开它的侧板，至少要解开4颗螺丝。GT502 连1颗螺丝都不用，直接按快拆按钮或者扳开就可以轻松移除侧板，而且非常棒的是，侧板之间是独立的，
想单独拆某一个侧板完全 OK， 这可是在 OC Air Mini 上体会不到的便利性。扩充部分，我先从背面开始介绍。这3个区块是电工跟硬碟风扇区。硬碟扩充在左下角的扩充区，可以装一个 2.5 或 3.5 寸硬碟。3.5 寸我用 Toshiba 硬碟来试装。在安装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硬碟金手指必须跟底下锁孔同一个方向，再从侧面锁上螺丝。2.5 寸的话，我用美光的 MX200 来做试装，贴紧模组后，再从这边锁上螺丝就行了。至于上面这个区块没有打算装水冷的话，强烈推荐可以把硬碟装在上面这边，好处是可以避开更里面的风扇安装区，未来装风扇就不会有挡风的问题。至于刚刚的硬碟区，如果没有要用，也是建议拆下来避免挡风，尽量不要挡到风扇吸风。然后上方的硬碟安装会比较麻烦，要先把预装在风扇区的安装模组拆掉，上面有 3.5 寸跟 2.5 寸的锁孔，锁好后跟安装模组做搭配，或者想要装在机壳底下也是一样的方法。不过这样会挡到显卡吸风，我建议不要这样做。再来前面部分 ，GT502 跟 OC Air Mini 一样，最大可以支援到 ATX 主机板。I/O 的话，对比 OC Air Mini 也有所升级，分别是2个 USB 3.2 Gen 1 Type A 跟一个 USB 3.2 Gen 2 by 2的 Type C， 而且还有一个重开机钮跟一个灯光控制钮。好啦 ，GT502 大致介绍到这边，当然还有很多的细节等着我体验，在组装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但先让我开始人生第一次 AMD 组装体验吧。老样子，我习惯把主机板放在盒子上，这样会比较稳固。塔上我会继续沿用君主的 Air Cooler 210，所以必须要先把 AMD 的原厂工具拿下来。CPU 安装，我发现 AMD 跟 Intel 一样，都有防呆设计。再放塔上垫高片，先把一边锁好后，就可以拿出 CPU 防脱支架准备安装。然后机体，我又收了一组美光 Booson DDR4 3200 16GB×2的版本，总共4支，总容量来到64GB。主机板安装没有一体式挡板，就是会多耗点时间。然后 GT502 在走线方面安装的舒适度 ，OC Air Mini 完全不能比。举个例子好了 ，OC Air Mini 如果先安装塔扇 ，CPU 供电会变得超级难插，但 GT502 预留了超多空间，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排线部分也大幅减少要安装的线材，只要安装电源跟重开线就好。下排风安装的话，先把模组拆下来，安装风扇，再装回去，非常的方便。至于显卡部分，为了避免 CPU 测试遇到瓶颈，我特别把主力机的 Turbo RTX 4070拿过来进行测试。然后显卡安装，强烈建议使用显卡支撑架，避免弯板。
这次我使用的是 GT502 副的支撑架，因为显卡跟机壳底部有点距离。RTX 4070附赠的信仰支架不够长，不能使用。这是我目前为止组过最快的一次。我认为 GT502 有发挥大机壳的优势，走线跟长线给的空间非常豪迈，模组化设计跟快拆更加快了我的组装速度。当然，全景侧透一定要说，它让我有更多的角度欣赏机壳里面的零件。不过也遇到一些问题，虽然不影响组装，但我想有必要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蛮注重散热部分，左下方的硬碟扩充架跟上方的硬碟模组多少都会影响进气，我觉得蛮重要的，所以这边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再来，底部散热模组锁风扇的时候务必小力一点，我就是电动起子扭力调太大，导致一些变形的发生。那现在让我进行一些基本的常规测试，确认电脑有没有问题吧。在 R23 部分，5700X3D 的电压来到了 1.3 伏，电压我是希望能再低一点啦。刚好有看到一位 YouTuber 有在教使用 PPO2 Turner 调整 CPU 电压，下载链接我会附在我的说明栏。打开程式，可以看到调整核心负载的地方，我自己是一次以10为单位来调整，最后找到负20的偏压最适合我的 CPU， 电压最高只有 1.21 伏，跟之前比分数也有提高一点。我对这个结果很满意，因为电脑能稳定使用并用得长久，我认为是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既然分数都正常了，就开始正式比较 5700X3D 跟 10900之间的差别吧。首先登场的是蔚蓝色法则 Full HD 画质，帧数很明显是 5700X3D 比较高，平均至少高10帧左右。可是，在温度方面反而是10900比较低。会这样，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 5700X3D 的大快取热量跟 AMD CPU 本身存在积热问题所导致的呢？果然，终究还是得上水冷才行。再来，最终幻想 7.0 跑分，5700在这边跑出了非常让我惊讶的数字，在 Full HD 下，它竟然可以来到27709分 ！Oh my god！ 它比10900整整赢了5000分呢！即使放到 4K， 差距也不到200，几乎是误差值。虽然经过效能换算后 ，CP 值还是比不上当初的10900，平均一块得到的分数还差 0.6分。但 5700X3D 就是好在可以随时买到，不用等，而且现在的二手10900至少也要6000，当初的价钱现在也买不到了。另外 5700X3D 也不是所有游戏都赢10900，至少在 Cyberpunk 2077上面没有。在预设画质极高的情况下，无论在 1080p、2K、4K 都输10900，所以 5700X3D 并没有在所有游戏上完胜10900，只能说有来有往。但比起高帧数，我更重视帧数的稳定性，不能有忽高忽低的问题。5700X3D 帧数表现上表现非常平稳，在2077这款平均输10帧左右的游戏，1080最低帧还赢1090一帧哦。体感上不会觉得特别卡顿，然后优化烂到爆的逃离塔可夫，在室内快速移动的时候，帧数平均也能保持70到80之间。开红点扫射也只会降点帧数，会大降帧数的时候，就是开高倍镜瞄准敌人，帧数会瞬间降到40到50帧左右。不过体感上倒是觉得还好，不是不能接受。然后5700X3D 在一个地方绝对赢过10900，甚至主力机的 12700K， 就是日常使用的体验。受益于大快取的优势，5700X3D 在任何程式的反应时间都明显小于10900，尤其是开机跟浏览网页最常使用，最有感。最后，虽然5700X3D 想要用来当游戏机，不过我还是有尝试使用 PR 来进行输出，实际跟 1270K 比的话，输出时间差不多呢。所以我会后悔舍弃10900换上5700X3D 吗？我的答案是，当然不会。拜托，我超推
570X3D 游戏效能跟10代的 i9、12代的 i7打得有来有往，生产力测试实际剪辑的速度比 12700K 还快，输出速度也只差了一点，价钱又便宜。现在 12700K 在原价屋也还要9000块。哦天哪！要不是 B550 只支援2个 M.2 主力机的 SSD 放不下，我早就把 570X3D 直接当主力机了啦。FD Yes。好啦，谢谢大家看到这边。这次的 AMD 体验真的让我非常的惊讶。在还没使用之前，我蛮常听到一些朋友在笑 AMD 的胶水核心，记忆体频率超不高。用过后才知道 AMD 超乎我的想象。如果大家还在使用 Intel 12代或 Ryzen 3000系列以前的电脑，最近又想升级的话，我强烈推荐可以试试 5700X3D 这颗非常有性价比的 CPU。我是 PC 教徒，一个喜欢3C 的仔仔。大家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订阅、按赞跟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